前几天我看到一个那个表格，在网络上看到，就是他们去分析年纪大的跟年轻人他们的这个理财观念。他那个表格其实说的蛮详细的。等我一下，我看一下。好，我找到，这是2023年7月左右的新闻。它是有一张图是这个。从网络上讲，这个长辈跟年轻人两边的这个观念的不同，是蛮详细的。它第一点就是光是喝水来讲，喝水就是长辈就是喝白开水，就喝白开水。然后那个年轻人都是喝饮料左右，都喝饮料，不管是手摇饮、咖啡，要不然就是超商买饮料这样。对，所以他就比较花钱，就那个光这个金钱观，他就是年轻人就比较花钱。我自己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我没有钱，我那时候没有那个大学的时候没有什么收入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把手摇饮戒掉，我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喝白开水，然后那时候喝白开水，后来就习惯变成喝水的习惯，我就不太喝饮料，就是饮料除非是有人请我没有办法，我是为了这个礼貌，我会接受的。但如果说没有人请，我不会自己主动买，不会去喝这样的饮料。然后这个咖啡有啊，咖啡自己可能我就是偶尔我会去咖啡店买这种可能用咖啡豆去磨的这种咖啡，或者是去超商买的那种杯装的，就是他们有用咖啡豆去研磨的那种咖啡，但是很少。我大部分都在家里用那个冲泡的，对，最多在家里最多就绿挂，不会有别的，因为绿挂也算是比较贵的家里的冲泡，对，其他不会喝那么好，对，但是偶尔会到咖啡店去这个享受那个气氛，偶尔会去买，会去喝内用这样，但是不多。那再来就是养狗，养狗大概20年前，就20年前就是大概长辈怎么说，就养狗如果说是这个五六十岁以上的长辈，他们养狗是这样，就是说他是都直接用剩菜剩饭，对，就是我们人类吃完的东西，然后就是给狗吃，然后也没有再帮他去就是去那个动物医院，没有，就是他后面就让他自己结束，他自己如果说那个生命到了就自己结束，然后就再养一只，对啊，大概是这样的做法。但年轻人不是哦，年轻人就是那只狗，他要再给它美容，要给它零食，要给它保健品，甚至有的有买衣服给它穿，对，甚至有穿人有时候去遛狗的时候，人都没穿雨衣的，人没穿雨衣，结果是狗穿雨衣。然后给狗玩具啊，然后帮它清洁牙齿。最贵可能是那种，就是那种这个饲主，对，就是这个宠物的主人，他们要出去玩，不放心他的狗在家里，所以就变成又把它送去这个宠物旅馆。这很贵，它有时候比人还贵，那空间那么小，比人去住饭店还贵。对啊，这个就是支出这样，甚至还要他走了还要帮他办丧礼，对，所以就这个是我觉得比养小孩还贵，只是说他是不会，他们可能那个考虑的点不一样，就觉得可能有些觉得说啊小孩子可能会跟你啃老，这个狗不会，所以他们就会这样做。再来就是吃饭，对，那吃饭长辈通常是以吃饱为目的，就是说我以吃饱为目的去选择我要吃的餐点。例如说，我以吃饱为目的，是不是我就选最便宜的？我到一家店里面去选最便宜。例如说，我到自助餐店，我就跟老板讲，他最便宜，例如菜饭对，那他说60、70，那就60、70解决一餐，就不会到100-200。对啊，或者是你到这个便当店啊，最便宜的是什么？什么排骨饭70，什么80，这样70、80。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当基准，就不会到100。啊，加上他不喝饮料嘛，他不是喝白开水，所以就根本不用花到什么钱。但年轻人不是哦，年轻人是我吃什么，我就是要我吃得下去为主，所以就变成说他可能买很贵，对，最贵是那个什么，他吃饭搞不好一定要吃什么，我说平时哦，不是庆祝的时候，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吃火锅，然后什么烧肉啊，或者什么意大利面，对，或是什么三明治啊、汉堡，那个都没有办法撑太久，那个一下又饿，对啊，那个基本上会开这种，他就一定要到餐厅嘛，他可能没有办法便当店，他一定要到餐厅的地方吃，所以就变成说，他每一餐平日啊，我不是说庆祝，我必须要先那个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是庆祝的时候，就是平日吃饭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说，可能吃个健康餐。健康餐一般你看它就是一种水煮餐，少盐少油少糖这种，你自己煮不用到他卖的价格，因为他那个一定都破百，但你自己煮没有到他那个价格。对，那如果说年纪大，他可能就自己煮啊，或者是他到自助餐店，他光选菜，对，光选他那个什么那个跟他讲便宜的食物，你要省钱，就是你什么最便宜，你吃哪一种，你就没有办法挑你喜欢吃哪一种。他可能年轻人的那个做法就不一样，就是我就是要我自己喜欢吃的那种，那当然就是贵。那再加上年轻人他每一餐都可能又来个手摇饮，喝一杯咖啡，多的是一餐200以上，那当然省不到钱了，他后面就没钱这样。再来就是洗澡，那洗澡大部分不是都是沐浴乳、洗发精，就这样而已。对，那可能我还买大容量，但是如果说是年轻人，他就会买那个，除了沐浴乳、洗发精之外，他又买什么日霜、晚霜，男女都有，日霜、晚霜、精华液什么的，抹一大堆在脸上，还做面膜，啊，这就花很多钱。对，就是这样。那再来就是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我看一下，下一个就是存钱的概念。存钱概念是大概20岁到20年前是20岁的人，现在40岁，他们是会存一些钱以防万一，存一些钱以防万一，就是说我先留一点紧急预备金嘛，就是说突然间有什么状况我可以拿出来。但是现在不是哦，现在是说啊我都不够用，我还存钱，及时行乐啊，明天不知道怎样，他就花掉，他就赚钱是为了出国，出国花光了之后他再赚钱，他就一直这样循环，他就一直赚的钱就是花光啊，回来再赚钱，我这样。他年轻一定这样想嘛，因为他一定觉得说我一直回来靠劳力可以赚到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因为40岁他有危机意识，他就认为说我回来不一定找得到，所以我要先留一些现金在身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赚钱的目的，长辈赚钱的目的就是可能要让自己的下一代过好日子，所以自己都不舍不得花。但是年轻人赚钱的目的不是，赚钱的目的是就及时行乐，刚讲过，他就是觉得明天不知道怎样啊，相信那些商人的说法，他就是每一个节日他都要仪式感，仪式感就是花一堆钱做一些心灵上的事情，但是他不是跟实际可能没有对实际的生活没有的那个什么物质上没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对你的财富增加没有帮助，但是对你的心灵满足有帮助的东西。对，他可能就是每一段时间他都换新手机，对啊，会这样。然后逢年过节一定要去餐厅吃饭，一定要庆祝。然后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一定要出去玩，他没有办法在家里，没有办法，所以他的存款就很少。对，最好是如果说你要及时行乐，你就是不要生小孩，因为我觉得你如果说你要及时行乐，你就靠政府去养你的小孩，然后你让他自生自灭，说他学坏是他的命，那不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父母，说实在。然后再来就是
怎么说呢？再来那个表格上是什么？就是看这个娱乐，就是看电视啊。在上一代人就是我可能就装个有线电视嘛，现在装的大概比较少，装有线电视，那他打开什么看什么，他也没想说我又要加入什么手机的会员，或者是什么各串流平台的会员啊，我又加入一些购物平台的那个 app， 然后就一直买，不是这样，他的娱乐不是这样，对，他们的娱乐可能就是只是看电视，他连看电影都很懒，但是在年轻人来说，他可能就是放假要出去花钱，他才觉得他赚的钱值得这样，现在就变成这样的。然后补充一下，刚刚说吃饭，就大部分年轻人他叫外送，叫外送就付那个运费，就很贵。但是年纪大的他会怎样？他会去想说啊，那这个外送60块外送费啊，我都可以再买一个便当来吃，这样不划算，他就自己骑车去买，或者自己走一趟。对，有一些外送是你到现场买，他算你便宜，因为他不用给那个外送平台再抽成。对，这个就是自己有去思考，不是说为了方便然后什么都付，这样不对，这样就存不到钱。虽然说，除非你自己是做外送业者，那没话讲，你就是要赚这钱。但大部分人不是外送业者，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减少自己的支出，这样比较好。最后就是运动。年纪大的人不一定年纪大，有时候是比较有理财概念的人，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意志力，他就不会去加入健身房。有时候运动，就是年纪大的人，他可能就爬山啦，在公园里用那些器材啦，然后可能顶多在家里就是买个瑜伽垫，在家里做瑜伽，或是买哑铃，在家里每天举重这样，顶多这样。不然大部分就是徒手做伏地挺身，一些徒手的运动，对。然后就爬山啊，家里附近跑步啊，这种比较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的运动。但是年轻人他就觉得我要加入会员，去那个健身房，因为他吹冷气嘛，我吹冷气的状况下运动，然后一群人在那边，那健身房就是赚那些年轻人的钱，因为他就跟你绑年约啊，虽然说是一个月多少哦，没有请教练哦，一个月500多，但是500-600，但是他就跟你讲一个月多少，但是他是签年约哦，一次跟你收1年2年的钱，会变这样。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他赌你赌年轻人没有每天去，就是都要上班嘛，就是通常上班当天不会去，就是假日才去，放假才去，所以一个礼拜顶多1-2天。对，但是他那个他就赚那个你没来的时间的钱，对，他是这样子，这个同一个时间的器材，他就可以给很多人用嘛，他是这样赚。对啊，除非你是这种退休人士，那去就有可能划算。对，他就是你跟他签年约，但是你每天都去，因为你退休了嘛，每天去8小时，对，然后喝他的水这样，然后用他的这个盥洗室，对。但通常如果说比较小间的健身房，他也很精啊，他看到年纪大已经退休的，他不要让你加入，有可能这样，不然就是他鼓吹你请教练，你不请教练，不要让你进来，因为他知道你每天都来用。他不划算，所以不然就是他让你一次之后，你每天都来，他后来就不让你续第2年，有可能这样。但是年轻人不可能每天，所以他就是赌你没有每天去。所有的什么网球场俱乐部的会员，或是任何的什么室内场所的会员，都是这样赚。对，他就赌你没有每天来，所以有理财概念，他就那我就去那个，我真的有这个需要，那我就去公立的运动中心去算次，一次多少啊？就我没去不用钱嘛，我去有钱，我去要花费要花钱，但是不去不用花钱，不是说我绑1年2年就是没去也要赚钱，没有这样。所以大概这个新闻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这个世代差异，就价值观的不一样嘛。一个是觉得说比较年纪大未雨绸缪，
然后比较年轻人他就及时行乐。其实我觉得跟年龄有关系，跟时代可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年轻人到40岁的时候，他也是因为不好找工作嘛，遇到问题一样，因为不好找工作，所以他就开始存钱。年轻人觉得说不会不好找工作啊，我随便找钱就赚回来，我就一直出国啊，一直花掉。但是他没有知道说他中年之后不好找工作，他就一定要留。所以这个跟时代我觉得没有太大关系，应该是跟年龄有关系。对，给大家参考一下，我最近看到的是这样，还蛮有道理的。